我们掌声有请吴亦凡。大家好，我是吴亦凡，特别紧张，对，首先特别感谢新浪给我这个杰出青年这个奖。其实作为杰出青年，我是不敢当的，让我来演讲，刚开始其实我是拒绝的，对，因为我特别紧张，而且尤其是在这么多前辈的面前。但是新浪老师跟我说，今天可以讲些自己的故事，所以我就占用大家一些时间，分享一下我经历过的，还有在经历的一些事情。故事的开始应该是很久很久以前，在我小的时候，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篮球运动员。其实我挺幸运的，因为我个子高，然后技术也还不错，所以我一直以为这个梦想其实离我特别的近，然后甚至觉得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梦想，是一个只要靠我努力就可以达成的一个目标。所以有段时间我真的特别的努力，我很长一段时间我知道温哥华每一天凌晨4点钟的样子，但是命运总是不会按照既定的轨迹去发展。那么在我快到1.90米的时候，我去测骨龄，我跟我妈妈说，我说如果我超过1.90米的话，就打职业篮球；如果超不过的话，就乖乖回家读书。所以我最后去测骨龄，结果是1.88米，然后我现在是1.87米，就还缩了1公分。再加上后面因为打球，然后脚踝有就是骨裂受伤，所以挺容易再次负伤呢，就放弃篮球这个职业，然后放弃了这个梦想。再往后，虽然梦想是破碎了，但是生活还是要继续。那在我18岁那一年呢，就是特别偶然的机会进入了演艺圈，开启了另外一个梦想吧。一开始在韩国当练习生，然后其实我的母亲她也是拒绝的，对，她很担心。然后我是觉得男孩子18岁了应该要独立，然后应该要，我希望能够18岁从小就希望能够独立，然后希望能够分担一下妈妈的这个压力吧，然后就毅然决定去了韩国。韩国的演艺圈它的体制非常的完善，但是也挺严厉的，在那边近7年的时间，学很多东西，也吃了一些苦，还有就是经常会想家，特别是过年过节的时候。不过这些其实都不算什么，最让人觉得会很难承受的，可能是因为很多时候你对未来是未知的，是迷茫的，是会害怕的，就你可能有时候完全不能知道你什么时候才能实现你的梦想，或者可能根本就实现不了，因为前面是路是怎么样的，没有人告诉你，你也不知道。所以曾经也想过要放弃，但是最后也坚持下来了。其中给我自己最大动力跟鼓励的还是我的母亲。她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，她说打电话跟我说，她说儿子，不管什么时候，只要你累了，你就回家，不用担心，你也不用害怕，妈妈永远会等着你回家。所以这句话其实给了我特别大的精神力量。它其实不是给我自己一个退路，而是给我一个坚持下去的理由，让我能够继续的不放弃，然后不辜负家人给我的期望，做了决定就不要后悔。对，所以再后来我就告别了那个偶像的吴亦凡，然后又站在了这里。我需要面临的其实是一个身份的转变，我想要做一名演员。徐静蕾导演、管虎导演、冯小刚导演都给了我很多的帮助跟提拔，我觉得特别的幸运。所以我也需要更加的努力去，不去辜负他们给我的信任，能够让他们不要对我失望。我记得刚开始我在拍管虎导演还有老炮的时候，跟冯导合作的时候，其实我特别的紧张，但是我当然不是拒绝的，我只是紧张，但是就后面拍戏的时候，我就发现其实他们都是特别愿意去帮助还有提拔晚辈的人，然后他们对我的教育方式也不是严厉式的，而是会毫不吝啬的给予我鼓励啊，
表扬啊，说挺好的，不错，然后继续努力。所以整个过程我其实特别的开心，然后也是一直在就是偷师在学习，然后我觉得真的是受益匪浅。那我希望以后也能跟更多的前辈们合作，然后我希望未来能够诠释更多不一样的角色，体验不一样的人生，然后做一名好的演员，然后也去享受当一名演员的乐趣。所以从篮球运动员到偶像歌手，然后再到电影演员，我觉得这每一个其实身份都是一种梦想的形式吧。我现在比较相信的是梦想的意义。我觉得梦想对于我自己来说的话是一种承诺，是对自己的承诺，也是对母亲的承诺，也是对所有支持我的人的一份承诺。所以我会更加的努力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其实梦想是能让人一点点一步步进步，然后给予人力量的一种东西是梦想吧。然后我相信只要坚持，只要坚信的话，那么每个人都可以是自己心中的杰出青年。所以今天我的这些个人的一些经历、一些分享，希望能够送给所有有梦想的人，然后努力奋斗，因为努力过就不会后悔。谢谢大家。谢谢一凡精彩的演讲，谢谢，一定可以激励很多的年轻朋友哦。